4月初我们聊到中美金的时候，市场气氛真的是低迷到不行，对吧？大家盯着那滑落到6.71元的 EPS， 还有高达5.8个百分点的毛利率缺口，更别提那座1000亿折旧大山跟 Siltronic 的业外评价黑洞了。当时大家都捏把冷汗，想说这到底是一场完美的 AI 布局，还是一个会吞噬获利的超大钱坑啊？但时隔几个月，数字会说话。随着最新2026年8月的法说会跟财报揭露，中美金集分不仅成功证明了既有产线的获利底蕴，还有 ECB 财务工程的避险成效，甚至在面对意大利场火灾的时候，还展现了非常惊人的营运韧性。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顺着4月的那些疑虑，带大家直击这家科技巨头到底怎么正式跨越折旧阴影，开启算力、特化与零碳电力的资产重估逆袭大戏。回想4月的时候，那画面真的很惊悚诶，历史 EPS 的低谷，加上毛利率缺口，真的让市场直冒冷汗。大家紧盯着扩产计划，心里都在怀疑这真的能顺利落地吗？其实恐慌往往来自于对数据的误判。如果我们冷静下来拆解这些指标，你会发现所谓的钱坑，其实是为了在2026年 AI 需求全面爆发之前，提前预知的战略护城河。而第一场震撼教育的实测就在7月发生了。说到震撼教育，7月意大利 Novara 厂那场火灾真的是吓坏不少人呢。毕竟那可是直接影响了全球5%的8寸产能耶，这难道不是雪上加霜吗？从表面上看确实吓人，但从最新数据来看，集团的营运韧性发挥了3大防御屏障。第一，火灾其实仅局限在后段产线，完全没有波及到最新扩建的12寸 Fab 300产线。第二，环球晶立刻启动了全球多据点备援，由台湾跟日本的厂区无缝接手。第三，他们早就买了足额的产线与营运中断险理赔。4月，我们还在担心任何风吹草动会压垮毛利，这次影响5% 产能，这3大防御加起来到底有多强？精算下来，听工艺季对环球晶单季 EPS 影响仅约负 0.09 元。更惊人的是，对母公司中美晶来说，透过 50.8% 的权益法认列，最终的实质冲击竟然只有微小的负 0.04 元。也就是说，实质损益冲击趋近于0，备援机制跟保险完美压缩了灾损。好，火灾防得住，但能防得住那座即将压顶的折旧大山吗？4月我们可是拿着放大镜看，警告过2026年折旧占营收比重高达16到20%，而且会计折旧的最高峰要到2027年才见顶，获利被稀释的警讯要怎么解除？其实这正是会计数字造成的视觉错觉。环球晶高达483亿元新台币的资本支出绝对高峰，已经在2024年结束了，集团的营运重心早就从厂房建设全面转向了获利回收。4月我们指出的5.8%毛利率缺口，现在有答案了吗？有的，最新的拟制数据直接帮我们拨开了折旧的迷雾。如果排除新厂扩产的折旧影响，2026年上半年的拟制毛利率实际上高达31.3%，这不仅远胜账面的22.9%，更直接击败了4月市场预期的模拟值。而且受惠于 AI、HBM 跟先进封装需求，12寸与 SOI 高规格细晶圆供不应求的状况会持续到2027年。既有产线满载的现金流，绝对有底气撑过2027的折旧高峰。所以 AI 需求真的把获利底蕴给撑起来了。不仅如此，美国晶片法案高达2亿美元的补助，现在也陆续认列并抵减固定资产了。这意味着折旧包袱正被逐季减轻。这座折旧山丘不仅被成功跨越，未来还会转化成坚固的获利护城河。说到美国扩产，4月大家还在质疑去德州盖厂太冒险了吧？当时喊出的2026 AI 伟大蓝图，算力跟绿能的双轨转型，现在到底有没有拿出实际来证明？那我们就深入来看看这2大布局。在算力端是德州的 GWGA 旗舰厂，在电力端是旗下专攻零碳电力的旭升绿能。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做到了什么程度。面对中美贸易战跟关税大刀，这座德州厂真的有拿到护身符吗？这就是在地供应战略的巨大胜利了。GWA 厂不仅在2026年第2季如期量产，他们还成功取得了美光长达10年的长期供应合约，甚至确保了超过5亿美元的预付款。最关键的是，身为美国本土制造，它获得了美国232条款关税的完全豁免，彻底避开了地缘政治的风险。这5亿美元预付款可是安稳入袋了。哇！关税豁免加上美光长约，算力端真的是稳了。那电力端呢？4月大家还觉得跨足电力太跳痛了，电力端的数字更夸张，突破1000亿元新台币，这就是旭升绿能目前手握的绿电长约总额。
这代表他们已经从单纯的开发商华丽转身为拥有高度营收能见度的基础设施平台了。千亿长约真的太扯了，但再生能源不是有间歇性问题吗？没风没太阳的时候怎么办？那些半导体厂跟 AI 资料中心可是需要24小时不能断电的，旭升绿能要怎么满足这种刚性需求？这就得靠他们独有的双 AI 平台了。透过 GIS 平台，他们把全台近2300座电厂的光、风、水力进行物理整合，再搭配 AuraSync 平台进行精准的 AI 电力媒合与能效优化。这套组合拳成功为客户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零碳电力，也就是现在业界最要求的24/7 CFE。听完前半段，中美金如何靠着多据点转单，德州新厂与旭升绿能完美化解火灾跟折旧疑虑，甚至把算力跟电力双双锁定。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集团军的下半场反攻咯。没错，我们要来看看宏捷科、台特化这群小金鸡如何靠着 AI 电源、特化包套以及精妙的 ECB 财务工程，彻底撕下业外黑洞的标签，带领中美金走出高达40%的控股折价。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也不管这支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们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到底在干嘛的精彩内容。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4月我们检视集团军的时候，化合物半导体市场简直是一片混乱啊！面对中国产能大举开出，碳化系直接杀成红海的割喉战，大家都捏了把冷汗。那有趣的是，面对这场血战，稳懋选择建制全平台硬扛较高的折旧，而宏捷科却展现了非常灵活的战术。他们采取精准纯代工与轻资产模式，完全不跟进车用碳化系的价格战，把重资产防线交给母公司环球晶跟鹏程集团式守护，自己则全速转向。所以，宏捷科策略性避开车用的价格血海，转攻 AI 伺服器的氮化钾电源，是不是比稳懋展现了更灵活的战术？没错，透过战略转向，宏捷科专注于氮化钾切入 AI 伺服器电源，同时利用 GaAs-VCSEL 技术布局 AI 机柜的短距离光传输，也就是 CPU 领域。这种轻盈敏捷的战术，让他们维持了极高的财务弹性与毛利稳定度。化合物半导体接不起走得很漂亮。那另一只小金鸡台特化呢？4月我们说台特化要挑战日欧巨头，当时听起来像是个壮举，结果2026年他们营收直接翻了2倍耶！1到7月营收年增超过263%，这也太狂了吧！这爆发力来自于他们在2奈米先进制程中无可取代的战略地位。他们生产的半导体级 AHF， 也就是无水氟化氢，成功打破了日本大厂的垄断，实现了本土化、安全供应。不止这样，他们还以6N 级4里湾独霸2奈米 GAA 制程。营收大爆发，但毛利率还能扛在50%以上，加上他们并购宏捷科技做设备清洗，这种气体加服务的包套打法，是不是让对手根本难以超越？你突破盲点了，这就是集团的 Materials Plus 双核心防线。台特化提供关键的特化气体材料，加上并购宏捷科技带来的超高纯度腔体洁净服务，这种软硬包套模式，创造了极高的客户转换成本。一旦客户用了，粘着度极高，根本很难换掉，这就稳固了50%以上的高毛利护城河。好，小金鸡们的护城河很稳，但我们终究得面对4月最大的那个痛点 Siltronic 的业外亏损黑洞。账面上那些可怕的评价损失，难道不会把本业赚的钱全部吃光光吗？合并 EPS 衰退的疑虑到底怎么解？其实这真的是个错觉，这个所谓的黑洞已经被精密的财务工程完美拦截了。大家担心 Siltronic 股价下跌产生的账面评价损失，其实已经透过海外可交换债，也就是 ECB 的评价利益，达到了100%的精准抵消，完全不影响本业的现金流。哇，所以 ECB 避险工程完美挡下了业外黑洞？完全正确。我们看财报数字最准。2026年第二季 EPS 达到 3.19 元，累计上半年 EPS 达 5.02 元，相比去年同期可是大幅翻倍成长了 100.3%， 业外衰退的疑虑已经被彻底粉碎。这也引出了我们今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既然本业这么强劲，小金鸡们又这么会赚钱，那为什么中美金母公司的股价现在还相对旗下资产有高达40%的控股折价？这正是目前资本市场最大的错杀，也是即将爆发的价值重估点。母公司中美金长期面临大于40% 的 SOTP 控股折价，但你要知道，非环球金的子公司营收占比已经攀升到 17.5% 了，包含台特化、旭升绿能，还有鹏程的 AI 伺服器电源模组，这些金鸡的真实价值正陆续在资本市场上显现。这4层的折价修复空间到底有多大？这是不是代表资产重估的爆发点真的要来了？我们直接用数字推演。
目前市场给环球金2026年 EPS 中位数为 21.28 元，预估2027年将爆发至 34.12 元，增加了 12.84 元。如果按股权比例回推，光是环球金就能多贡献中美金约 5.3 元的 EPS。也就是说，中美金2027年预估总 EPS 极可能落在18到 19.8 元区间。你对照一下目前185元左右的股价，再去对比过往跟环球金股价的联动性，现在被严重低估的可能性，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从4月满满的疑虑，到现在用真实财报数据直接打脸空头，中美金证明了火灾香不了根本，折旧大山挡不住 31.3% 的真实毛利，连 AI 最缺的零碳电力都用1000亿长约死死绑定。没错，当 ECB 避险完美封印了业外黑洞，当台特化与宏捷科的价值陆续爆发，这家手握 AI 算力与电力双轨护城河的集团，正在迎来极具爆发力的资产重估。所以，当折旧山丘被跨越， AI 双护城河已经成型，市场盲点往往就是下一个爆发点。这高达40%的控股折价，你觉得还能维持多久呢？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